嗨，大家好，我是 Tina 酱。上期的年度盘点之年度爱用物大家都看了吗？那这期呢就来盘点我的手机上和 iPad 上的 App 们，跟大家分享我去年发现的好用的、非常喜欢的，并且经常用的几款 App。大家可以先截屏，这样找起来更加方便哟。那在去年的视频分享中，最爱用的 App 呢，我首先选的是 Notion， 也多次跟大家分享 Notion 的使用方法和模板等。Notion 呢也确实很好用，可以使用文本表格、列表、清单链接和其他格式来记录信息，而且呢也有丰富的协作功能，支持多人的协作，并且呢可以在网页、桌面还有电脑端都可以使用，可以说是非常全能的软件。但在这2年多的深度使用中呢，我发现了一个我不能忽视的缺点，就是数据不能离线且非本地，就意味着我必须时刻保持着手机联网，且网络状况良好。那有次呢，我坐飞机长达7个多小时，我就想在 Notion 上继续写我的视频脚本，结果呢 Notion 上任何数据都看不到。从那次之后呢，我就觉得我不能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放到 Notion 里，就需要去找一个更安全的笔记软件。然后呢，后来呢，我就发现了这个 Obsidian。那 Obsidian 这款软件呢，它是一款面向笔记和知识管理的跨平台、免费且开源的软件，支持 Markdown 的语法，而且呢，可以使用笔记之间的链接来组织笔记、建立知识图谱，以及呢，可以通过查询和过滤的功能来查找笔记。如果呢你本身就懂点代码，那这个软件呢可以让你有更多的发挥。这个软件虽然没有 Notion 好看的排版，但自由度更高，有很多开源的插件，可以设置喜欢的主题、字体等，然后呢也可以做思维导图，可以用白板等等。我觉得只要你能想到的，都能在 Obsidian 里实现。像我这种小白不懂代码，我就用单纯的文字和图片来保存信息。那我用这款软件最重要的呢，是它全部的内容呢都是存在本地，就是存在我这个手机端里，不是上传到网络上的，所以呢我不会担心信息的泄露或者是有丢失的问题。说实话，这款软件比 Notion 上手难，我就曾经2度放弃过，但慢慢的适应后呢，我发现这是一款非常好的知识管理笔记软件。那现在呢，我就把自己的知识库逐渐从 Notion 转移到 Obsidian， 然后呢 Notion 呢只做计划、规划类和复盘类的内容储存。如果有小伙伴对这款软件非常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想看我如何用 Obsidian 做知识管理的话，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哟。那第2个我很喜欢且常用的 App 呢，就是这个 iNote。那我把它呢作为备忘录的辅助 App， 用备忘录呢记录或者是编辑文字很方便，而且呢可以设置多级目录。但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觉得查看不是很方便，尤其是呢我会记录一些非常短的信息或者是文字，还有一些图片等等。但是呢这个 iNote 呢，它会查看文字和图片的话会更加方便，一眼就能看到是什么内容。所以呢，除了备忘录之外呢，我还拿这个 iNote 作为自己的碎片信息收集箱。它呢支持多种形式的记录，除了文字和图片，也能创建清单，甚至是可以用笔进行涂鸦。文字呢还能进行加粗啦、高亮这种划重点。而且呢，我最近发现它更新了新的功能，就是每则笔记呢都可以无限的扩展。如果呢你是对原来的一则笔记有了新的想法，就可以直接在下方继续扩充。每次添加呢都会形成一个新的卡片，这一点我非常喜欢。而且呢，用这款软件去记录文字，它的背景都是带横线的，就像真的在去书写一款笔记一样。而且呢，你还可以把这些笔记进行2次的整理到不同的笔记本中。它这个笔记本的设计呢，都像一本真实的笔记本一样。今年音频类的节目非常火。那其实呢，我从以前就有听播客的习惯，以前呢都是用喜马拉雅来听。那我现在非常喜欢用的呢，就是系统自带的 Podcast。那一是因为呢，除了听中文的音频节目呢，也可以在里边找到很多国外的音频节目，像我经常听一些日本的音频节目，然后也有英文的。2是呢，它会自动的下载订阅的频道的最新几期，可以离线听，也不用担心遇到网络不好的时候不能听节目这种问题。
接下来呢，这款 app 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尝试的一款软件，真的非常非常全能，非常好用。那这款软件呢，就是 Miro。我发现这款软件呢，是我去年和几个认识的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商业竞赛，因为疫情呢没办法经常见面交流，我们就都是用这款软件来在线协作，完成整个竞赛的。我当时就发现这款软件真的好好用啊，特别适合用于团队协作和可视化的思考，比如一些设计思考啦、项目管理等等。它可以创建画布、画图、流程图、网络图、原型，还有各种类型的图表都能做。而且呢，它本身就有很多的模板可以直接套用。那它还有呢各种图形的元素、标签、注释等等。而且呢，它可以在手机、App 还有电脑、网页上都可以用。虽然免费版呢只能创建3个画布，也对一些功能进行了限制，但这个画板是无限的哟。所以呢，3个画布是完全够用的。大部分的功能在免费版呢也都能使用。我觉得这款软件用过的人肯定都说好。接下来这款 app 呢，是去年年末我去泰国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款非常适合规划旅行行程的 app， 它就叫 Wanderlog。那我觉得它非常好的一点呢，就是在规划旅行行程的时候呢，能标记地点，并且显示这个地点的信息，比如营业时间啦，而且它会自动的显示位置与位置之间的距离，比如你上午去这个地方，下午去另外一个地方，它会自动显示这2个地方的距离是多少，而且呢还能添加笔记文字、链接等等。这款软件呢，不仅你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可以用，你在旅行完之后呢，也可以添加一些文字，记录自己当时的一个旅行体验等等，而且呢，它还能记录自己的花费呢。如果你自己懒得规划行程的话，它这个上面呢还有很多其他人的分享，会分享他的行程，你就可以直接拿来作为参考去规划你的行程。接下来的这个 Night Newswire 呢，是一款 RSS 新闻阅读器软件。小伙伴们一定有自己经常去看的网站、博客等等，或者是各种 app 内的信息源吧。那我觉得最苦恼的事情就是你需要来回的切换软件，或者是去各种网页上去寻找、去查看。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经常看的这些内容可能是被算法推荐的，会经常推荐一些我们并不想看的所谓的热点内容、热搜内容。那这款软件呢，就可以精简的把几个信息源呢整合在一起。没有广告，也没有算法的推荐，所谓的热搜榜单、评论转发等等的内容呢，它都没有，就只需要关注内容本身就可以了。这种阅读器软件还蛮多的，但我试用了很多，只有这款呢是完全免费的，而且非常精简，没有过多的操作，看起来很简陋，但确实是很实用的。那接下来这款软件呢，是一款你下载之后呢就再也不会删除的 app。就是这个一生足迹，它的中文名叫一生足迹。这款软件呢，它是会帮你自动的记录你去过的地方，然后通过地图呢，你就能发现自己的足迹都到过哪里。我觉得是一款非常有意思的软件。那我也是通过这款软件发现，原来我都去过日本这么多地方了。那接下来这款软件呢，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是我觉得目前最好用的一款时间记录 app。它的功能呢非常全面，也可以显示你记录的时间的条形图、时间轴或饼图，而且呢，它还能支持多种数据的导出，而且多设备呢都可以同步，像手机啦、iPad、电脑都可以用。它呢也有小组件，也支持 Apple Watch。就是你在手表上呢也能记录，我觉得用手表记录会更加方便，而且也更容易坚持。除此之外呢，它的自由度，就是这个 app 内的自由度还蛮高的，可以设置用户的界面、主题的颜色、背景图等等，而且呢，它还有超多的小图标可以选择。那最后一个 app 呢，是我去年比较喜欢的，就是苹果去年新推出的系统自带的一个白板软件。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首先呢，是因为它是系统自带的，所以各种设备呢可以无缝同步查看编辑，而且呢还可以多人协作编辑。在功能上呢，你可以使用 Apple Pencil， 可以尽情的书写绘制内容，而且呢还能插入便签、文字、图形、图片和各种格式的文件。我觉得这款软件是完全不输给付费软件的，是非常值得使用的。以上呢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种草到非常好用的 app 呢？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别忘了给我点赞、评论和转发。新来的小伙伴也别忘了点关注。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拜拜。